生孩子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中经历过最残酷也最美的骗局。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选择背后，其实藏着5大深层的生命意义，更是一场所有父母都避不开的人生课题。很多人问，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生孩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有人说是为了传宗接代，老有所依；有人说是因为爱情需要一个结晶；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是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本该走的路。这些答案都不能算错，但都只触到了表象。如果从佛家的视角去看，答案要深得多，也残酷得多，但同时也美得多。在轮回的维度里，生孩子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而是一场被业力精密安排的重逢。有的孩子是来报恩，有的则是来讨债，亦或是为了了结一段跨越数世的夙缘。正如地藏经所言，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揭示了一个最真实的真相：父母与子女今生相聚，无论姻缘多么深厚，核心本质都离不开终归一别这4个字。这才是为人父母最真实的底色。这一场骗局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用血脉相连的温情，让你在全然的付出中去经历一段注定渐行渐远的旅程。佛家并非在传递悲观，而是在提醒我们，正因为终将分别，每一天的相处才显得弥足珍贵。正因为宿世姻缘，每一次的冲突与泪水都有它更深的度化用意。生孩子这件事，核心并非在于圆满或后继有人，而是学会如何被一个生命彻底打开，去关照那个最真实的自我。这种打开是全方位的修炼。在你拥有了孩子之后，这段关系究竟在修炼你什么？是让你在爱里越走越自由，还是在执着中越陷越深？很多人爱的执迷，控的窒息，付出的精疲力竭，最后只落得两败俱伤。其实最好的父母是学会如何在紧握与松手之间寻找平衡，让那份爱既握得紧，足以给予安全感，又握得轻，足以给予自由。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必须走上生育这条路。此生无儿无女，或是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人，并非缺憾，更非不幸，只是各自承载了不同的因果与人生课题，众生平等，并无高低。无论你已为人父母，还是正在权衡这个决定，当你看完这背后的5层意义后，都能让你重新看待自己与生命的关系。若你准备好去面对这场最美的修行，去体味那份关于分离的真谛，请在留言区写下愿所有父母子女各得自在圆满。这个故事从一个男人的哭声开始。他坐在寺院的廊下，已经哭了很久。僧侣们走过，没有人打扰他。旁边香炉里的檀香烟往上飘，飘进了黑色的夜空里，不见了踪影。他叫陈明志，58岁，做了30年的建材生意，从无到有，把公司的规模做得不算小。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叫陈成汉，二儿子叫陈成伟，小女儿叫陈玉轩。他来寺院不是为了拜佛，也不是为了还愿，他来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做错了什么。大儿子成汉是他最骄傲的那一个，从小功课顶尖，考上台大，后来去美国念了 MBA，32岁就已经是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他常跟朋友说，这个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成汉也孝顺，每年父亲节都会从美国飞回来，陪他吃饭喝茶，说说公司的事儿，说说未来的规划。然后在成汉35岁那年，一场突发的脑溢血把他带走了，没有预兆，没有道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陈明志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站在办公室里足足2分钟没有动。明明是7月，
热得要死，但他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寒意。一直到今天，3年过去了，那股寒意还没有散去。二儿子程伟是让他头疼了整整20年的那一个，从小就跟他不对盘。父亲要他读理工，他偏要学音乐；父亲要他进家族企业，他偏要去做独立音乐人。两父子吵过无数次架，最严重的一次，程伟在饭桌上摔了碗，说了一句话：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一个人，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计划表里的一格。然后他离开了，搬到台北租了一间10几平的小房间，做他的音乐，偶尔接点广告配乐的案子，1年赚的钱可能还不够陈明志1个月的饭局。两人从那之后5年没有说过话，直到程汉走了之后，程伟回来奔丧。在灵堂里，父子2个站在大哥的遗照前，各自沉默。那一次没有和好，但也没有再吵，就那样沉默的各自活着。偶尔节日发一则简短的讯息，像2个认识但不亲近的陌生人。小女儿雨萱是他最不在意的那一个，不是不爱，而是他太平凡了，平凡到陈明志常常忘记他。他读的是普通大学，嫁的是普通的上班族，住在台中市区，生了2个孩子，每个星期固定回来陪爸妈吃一顿饭，逢年过节帮忙打点。陈明志生病住院的时候，是他在旁边陪着，不声不响地把一切都处理好了。他看着3个孩子，突然觉得不明白，为什么老天给他最好的那一个却最早带走？为什么他最用心栽培的那一个偏偏离他最远？为什么他最没有用心对待的那一个反而是最后留在他身边的人？他想不明白。他越想越觉得人生是一场没有逻辑的恶作剧。然后他在廊下哭了很久。那天晚上，一位老僧从廊下走过，停在他身边，没有说话。过了很久，老僧才开口，声音不大：你在心疼谁？陈明志没有回答，只是说了一句：我不明白。老僧点了点头，说：不明白是对的，因为你用的那双眼睛只能看见这一世。就这一句话，陈明志第一次回到寺院。老僧姓释，法号本源，在这座山上住了40多年。他不大接见访客，但不知道为什么对陈明志是个例外。两人后来谈了3次，每一次都是一层真相被拨开。第一次谈是关于大儿子的事，陈明志带来了程汉小时候的照片，摊在茶桌上，一张一张跟本源法师说那个孩子有多好，多聪明，多孝顺，他多舍不得。说着说着，他又哭了。本源法师看着那些照片，沉默了一会儿，说了这样一段话：你说他是你的礼物，但你想过没有，也许在他来之前，他就只打算陪你走这么一段路。报恩的缘不一定是长久的缘，有时候短暂而光亮才是报恩最完整的方式。他用35年把你这一世的骄傲填满了，他走了，但他给的你一辈子都带着。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已经把他该给的都给完了？陈明志愣了很久，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在给程汉、给教育、给资源、给爱、给期待。他从来没有想过，也许是程汉在给他。那天从寺院回去，他在车里又哭了一次，但这一次的哭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哭是因为失去，这一次哭是因为突然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哭。第2次谈隔了大半年，那一次是因为程伟打了电话来说要结婚了，问父亲要不要去，陈明志去了。婚礼很简单，程伟的音乐朋友们凑在一起，在台北一个小小的场地吃吃喝喝。新娘是个做平面设计的女生，普通人家出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看着程伟的眼神让陈明志心里有什么东西酸了一下。婚礼结束后，父子2个在外面站着，各自抽了一根烟，没有说什么。程伟走的时候，陈明志叫住他，说了一句：你过得好就好，
程伟没有回头，只是点了点头。那之后，陈明志又去找了本源法师，他把这件事说了，然后问：我和这个儿子为什么这么难？法师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有没有对谁做过你认为理所当然但其实很不公平的事？陈明志想了很久，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做生意的要求他从小就要懂事，不能任性，要稳定，要听话，要按照他铺好的路走。陈明志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过离开，想过做别的事儿，但他没有，他顺从了，进了家族的生意，一步一步地活成了他父亲希望他活成的样子。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错的事，直到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他对程伟做的事和他父亲对他做的事是一模一样的。本源法师说，讨债的孩子不一定是来索取金钱或物质的，有时候他们来是为了让你看见你自己从来没有正视过的那个东西，你的委屈，你压下去的那个自己，你从来没有承认过的遗憾，他替你活了出来，然后站在你面前，用最激烈的方式问你，你看见了吗？陈明志当天没有哭，他只是坐在那里，茶杯放着没有喝，窗外的山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响，他就那样坐着，坐了很久很久。第三次谈是在程汉走后第3年的清明节，陈明志去扫了墓，然后来到寺院，坐在廊下哭了很久。本源法师走过来坐下，法师问他，你这3年学到了什么？陈明志说，他学到了放手，他学到了他握不住任何一个人，握不住大儿子的命，握不住二儿子的心，就连那个最普通的小女儿，他其实也从来没有真正握住过，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他只是刚好留在他身边。法师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陈明志痛哭失声。你以为你是一个父亲，其实你只是一个学生，他们3个是你这辈子的3位老师。大儿子教你什么是无常，二儿子教你什么是镜子，小女儿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不是因为伟大，而是因为简单。你读了30年，才刚刚开始懂一点点。陈明志后来回到家，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排家庭照3个孩子的脸，一张一张，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儿，这3个人不管是来报恩的，来讨债的，还是来陪伴的，他们进入他的生命都带着一个任务，而那个任务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他自己，为了把他一层一层地剥开。那一年，陈明志把公司的大部分业务交给职业经理人，他开始每个月去寺院义工，他开始主动打电话给程伟，不谈工作，只说最近还好吗？他开始认真陪宇轩的孩子玩，在地上爬来爬去，把西装弄脏了也不在乎。他说他花了50几年才第一次觉得他真的活在这段关系里，而不只是扮演父亲这个角色。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生孩子是一场你以为自己是主角，但其实你是配角的修行，孩子才是主角，他们才是那个来完成自己功课的人，而你是他们修行路上的一个道具，一面镜子，一道关卡，一段缘分。等你真的明白这件事，你才能放下那个我是父母，我是给予者，我是付出的那一方的执念，你才能真正看见，在这段关系里，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失去，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真正拥有过。故事放在今天，可能换了时代背景，换了名字，但那种父母与孩子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为什么亲子关系会这么复杂？为什么爱一个人会爱到这么累？佛法给出的答案不是逃避，也不是认命，而是看穿它，然后转化它。生孩子从佛学的角度来看，有5重深层的意义，每一重都指向同一件事。你来这一世不只是为了活着，
而是为了觉醒。第一重意义叫做破除我执，这4个字说起来简单，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能像一个孩子那样把你身上所有的执念一刀一刀地割出来，摊在阳光下。你以为你是个有耐心的人，直到你在半夜不知道多少次被哭声惊醒，发现自己站在婴儿床边，生气得不行，甚至感觉要崩溃，才知道自己的耐心其实只有薄薄一层。你以为你是个不控制人的人，直到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开始选择你不喜欢的朋友，不认同的路，不符合你期望的方向，你才发现你心里有多大一团想抓住、想塑造、想主导的欲望。我执是什么？就是那个认为我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最好的，按照我的方式来就没有错的那个我。养孩子是这辈子最直接、最有效的打碎我执的方式，因为孩子不会配合你，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独立生命，他有他自己的因果，他自己的业，他自己的灵魂轨迹。你以为你在雕塑一件作品，但它根本不是一块会乖乖听话的粘土。每一次你想控制、想塑造、想把它变成你心目中的样子，它都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不行，我有我自己的方向。这种拉扯在佛家看来是极珍贵的修行材料。每一次你被迫放下控制，你的我执就薄了一层。每一次你因为孩子的选择而痛苦，其实都是你的执念在被烧化。每一次你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办法替他活这一生，你就往无我的方向靠近了一步。禅宗里有个说法，悟道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放下了什么。很多父母以为养孩子是在给予，但从佛家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一个不断放下的过程。放下对完美孩子的幻想，放下对感恩回报的期待，放下那个想要掌控另一个生命命运的傲慢之心。当你真正能够不带条件的只是陪着他活着，而不要求他成为任何样子，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无我的门口了。第二层意义是慈悲圆满的练习。佛家讲慈悲，讲到最高层次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陌生人、对仇人、对所有众生都能升起慈悲心，那叫大慈悲。但大多数人连对自己最亲近的孩子都做不到无条件的慈悲。我们对孩子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你功课好，我高兴；你乖巧听话，我爱你；你让我有面子，我愿意付出。但当孩子让我们失望，让我们丢脸，让我们操碎了心，那份爱就开始打折扣，开始带着愤怒、失落、控制欲。这不叫慈悲，这叫条件交换。真正的慈悲是当孩子最让你失望、最让你心寒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在心里留住那份温柔，不是放任，不是溺爱，而是即使愤怒也不失去对他这个生命本身的温柔。很多父母一辈子都无法对孩子做到这件事儿，但每一次你尝试去做，每一次你在最崩溃的时候，还是选择深呼吸一口，用更温和的方式去面对，你的慈悲心就被扩大了一点点。扩大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你开始对路上的陌生人也有了更多耐心，你开始对那些本来会让你生气的人多了一分理解。这是有道理的。对最亲近的人练出来的慈悲才是真实的慈悲。孩子就是佛给你安排的第一个练习对象。第三层是业力转化的机会，这是很多人最难接受的一个观点，但也是最深刻的一个观点。你的孩子不是随机来到你身边的，善缘子女是前世积下的善缘成熟，今生以孩子的身份来陪伴，报答给予逆缘子女是前世积下的怨债，今生换一个身份来讨，来了结，来逼迫你还清那笔账。在佛家看来，没有任何一段关系是意外的，包括那些让你痛苦的关系。很多父母生了一个让自己操碎心的孩子，从小到大问题不断，
叛逆、失败、伤病、挫折，没有一天让人省心。这类父母往往会问：我前辈子欠了什么？佛家的答案是：你欠的不一定是坏事，而是一段尚未完成的姻缘。但最关键的是，你用什么心去对待这段姻缘。如果你用愤怒对待，用控制对待，用嫌弃对待，那段业不会消，只会越缠越深，这辈子了不清，下辈子继续。但如果你用慈悲对待，用耐心对待，用智慧去化解，那段姻缘就能在这一世圆满。债转成恩，怨转成缘，恶业转成善业，逆缘亦是菩提种。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你最难搞定的那个孩子，可能正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功课。第4层是生命觉醒。佛家讲人生8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以及五蕴炽盛。这8种苦在养育孩子的过程里一样都不会少。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是生苦的重演，在喜悦之下是真实的疼痛、风险、脆弱。看着孩子从婴儿长成少年，是老的预演；孩子生病发烧的夜晚，是病苦；而孩子一天天长大，终将离开，是最真实的爱别离。这一切加在一起，是一部完整的生命教科书。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逃避无常，逃避什么都留不住这个事实。但当你有了孩子，你没有办法再逃避了。你亲眼看着一个生命从无到有，看着他从你的怀抱里慢慢走远，你必须面对那个你一直不愿意承认的真相：没有什么是你可以永远拥有的，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这种面对在佛家看来不是悲剧，是觉醒的契机。当你真正接受无常，当你不再拼命抓住那些终将流走的东西，你才会真正开始珍惜当下这一刻。每一次你放开手，看着孩子走出去，你就比昨天更自由了一点。第5层是传承善根。这一层是很多父母没有想到的。我们通常以为给孩子留下财富、学历、人脉是最重要的事儿，但佛家说，真正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走向的是他心里那颗种子是什么。你给他存了多少钱不重要，你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心才是关键。一个从小看着父母吵架、算计、抱怨的孩子，他心里种下的种子是愤怒、不安全感、对人的不信任。不管你给他多好的学校、多高的存款，那颗种子都会在某一天发芽，长出带刺的枝条，把他的福报一点一点地刺穿。一个从小看着父母善良、感恩、温和的孩子，他心里种下的种子是安全感，是慈悲，是对生命的信任。这样的孩子，就算物质上不富裕，他自带的那份福德也会在他的一生里一次又一次地转化成好的际遇、好的缘分、好的人生。你传给孩子的不是血脉，是心的流向。现在我们来谈一件更现实的事，在佛家的智慧里，作为父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尽到了这一世最重要的修行功课？佛家有6件事儿，做到了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给自己最踏实的修行。第1件事儿是不欠孩子。父母恩重难报经里，把父母对子女的恩细细地列了出来。怀胎的辛苦，生产的危险，哺乳的付出，半夜起来查看呼吸，生病时的担忧，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奔波劳碌，这些是父母的本分，也是对孩子最基本的承诺。很多父母觉得把孩子生下来已经够了，但佛家说的不欠，不只是生出来这一件事儿。不欠孩子，意思是给他安全、温饱、健康、教育，不抛弃、不虐待，不用冷漠当武器，不用语言当刀子。这是一个父母对另一个生命的最基本的道义。很多家庭的悲剧，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而是因为父母在这件事上偷懒了，用言语伤害孩子，用冷漠对待孩子，用自己的情绪把孩子淹没。
这些都是在欠债，欠孩子的债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还回来，不是孩子报复，就是孩子复制这段关系，把他带进他自己的家庭里，继续循环，守住本分就不欠债，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件事是不替孩子背业，这一点是绝大多数父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但却在无意间持续伤害孩子的事。佛家讲个人因果，个人负责，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不是冷漠，这是宇宙运作的基本规律。当父母不断替孩子扛责任，孩子犯错，父母去道歉，孩子懒惰，父母去弥补，孩子失败，父母去善后，他学到的不是担当，而是逃避。他会慢慢形成一种认知，不管我做什么，都有人来帮我擦屁股，所以我不需要认真，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孩子不是父母太爱他，而是父母太怕面对他的失败。那份怕背后是父母自己的焦虑，自己的恐惧，自己不愿意看见孩子受苦的执念。但佛家说，苦是觉醒的来源。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承受过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他就永远停留在一个不成熟的灵魂状态里。你保护了他的一时，你剥夺了他的一世。真正的爱是温柔地站在他身边，看着他跌倒，等他自己爬起来，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手，但绝对不替他站起来。有边界才是真正的慈悲。第三件事是以身作则积福。佛家有一句话很少被提起，但极其重要。孩子的福报有一大半是父母的德行带来的。你做什么，孩子就学什么。你讲道理，他未必听；你做给他看，他全部都学进去了。这不是比喻，这是神经科学和业力共同认证的事实。父母孝顺老人，孩子自然懂得孝顺；父母行善积德，孩子心性自然向善；父母温和少嗔，孩子情绪自然稳定。反过来，父母天天抱怨，孩子学会悲观；父母贪小便宜，孩子学会算计；父母夫妻不和，孩子心里长出不安全感的根。这根如果没有被处理，会影响他的每一段亲密关系。你每天给孩子报名多少才艺班、补习班，都不如你今天在饭桌上温和地对待一个让你不满意的情况来得有教育意义。你是孩子最早认识的佛像，他以你为镜，学习如何活在这个世界里。你的身影决定他心里的善根深不深。第四件事是不把孩子当私有物。这件事儿说起来很残忍，但必须说清楚，孩子不是你的，他不是你的作品，不是你的投资，不是你在朋友面前的谈资，更不是你人生遗憾的弥补对象。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有他自己的因果，自己的功课，自己的灵魂方向。你是他这一世的临时监护人，你的任务是在他需要保护的阶段给他保护，然后在他准备好的时候把他放走。很多父母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把孩子捏在手心里，替他做决定，替他规划人生，替他选择另一半，替他定义什么叫成功。每一步都打着为你好的旗帜，但每一步都是在压缩他这个灵魂的呼吸空间。佛家说不执着，不只是对外在事物不执着，对至亲之人也要练习不执着。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众生，不控制他的选择，不把自己的遗憾和期待压在他身上，让他活出他自己的命。这是父母给得了的最深的爱，也是最难给出去的一种放生。第五件事是教会孩子福、德、善三样东西。成绩会忘，学历会过时，财富会消散，但福德善是跟着一个人的灵魂走的。福是懂得感恩，惜福，知道自己拥有的已经很多。一个惜福的孩子不会轻易落入贪婪的陷阱，不会因为得不到而愤恨，不会把自己的欲望无限放大到伤害别人。德
是诚实、守信、有良心、不害人。这3个字说起来平凡，但一个人在利益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站在哪里，就是他这辈子命运走向的分水岭。善是心存慈悲，对所有生命保有基本的温柔。一个善良的孩子不会走投无路，因为善良本身就是一种磁场，它会吸引善良的人、善良的际遇来到他身边。这3样东西不是用嘴巴教出来的，是用整个家庭的氛围、父母的日常行为、生活里每一个小小的选择，一点一点浸透进去的。第6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学会放手养育。有一个没有人告诉你的终点，那个终点不是孩子结婚，不是孩子有了工作，不是孩子经济独立，那个终点是你真的在心里放下了对他的执念，不再需要他以某种方式存在在你的生命里，才能让你觉得安心。很多父母到老了还在这件事上挣扎，他打电话少了，你焦虑；他不回来过年，你痛苦；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你觉得被抛弃。这一切的痛苦不是因为他不孝顺，而是因为你还没有放手。佛家说，爱别离是人生常态，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分别就已经开始了。每一年他都在离你更远一点，那是生命本来的方向，不是背叛，是完成。放手不是不爱他，放手是你终于理解，他有他的路，你有你的路。这一世你们走了一段，彼此都有收获，但终点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腿绑在他的腿上，让2个人都寸步难行。你越执着越痛苦，你越放手越自在。这不是佛家在讲道理，这是每一个父母如果活得够长，看得够深，迟早都会明白的事儿。最后我想说一句话，生孩子这件事，世界每天都有在发生，普通的像吃饭，平凡得像呼吸，但在佛家的眼睛里，那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相遇，是2个灵魂带着各自的因果和功课，决定在这一世以父母与孩子这个身份彼此靠近，相互磨砺，然后在某一天各自走向各自的方向。你不欠他一个完美的人生，他也不欠你一个完美的交代，你只是在这段关系里尽力地活着，尽力地爱着，尽力地学着。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就已经是这段姻缘里最好的自己了。一场注定分别的修行，不是悲剧，而是恩典。你生了他，还是他渡了你？这个问题，请你带回去，认真想一想。如果你心里有了答案，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热推给更多有缘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随喜布施，让更多人听到这些智慧。我们下一支影片见。